克里希那穆提，你知道吧？我觉得他人生也挺传奇的，就是你有空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灵性导师一样的角色，也是个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 对，然后他说了有什么？他以前是那个他们这个神通学会钦定的一个接班人的那种角色吧，就类似于活佛转世钦定的那种活佛。就神通学会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玄学组织吧，主要就是研究神秘学吧。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我听过类似的，但是具体的这个不太了解。然后他就是这个神通学会的那个创始人，人家他在印度的找到的一个比较有那个灵性的人吧，就是他们有一些那种类似于第三眼嘛，他能够看到一些人的品质。然后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人家就发现他的品质比较干净嘛，比较纯洁，也就说了他的灵性很好嘛，然后就把他培养成一个接班人的这种角色，然后去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他嘛，就让他去做这种传承人嘛。神通学会他从全世界收集的从古到今传下来的那些秘术嘛，那种经文啊，或者说一些修行的法门嘛，都传给他，让他也去做这个神通学会的一个代言人嘛，就是类似于一个上师的那种角色嘛。然后呢？到他20岁左右吧，他经历了一些，主要是他有个弟弟，我也记不清了，是他弟弟还是哥哥，就是他有一个兄弟，他有个兄弟呢，因为生病吧，然后就意外早亡了，就死掉了。然后他就从那一刻就醒悟了嘛，因为他可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吧。他醒悟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个神通协会给解散了。因为他觉得不应该去建立任何的组织，因为组织它就是会有很多的弊病，就像类似于共产党一样，就是初心可能是很好的，但是一旦变成一个组织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嘛，对吧？有很多腐败的现象啊，不好的东西滋生嘛。他就把这个神通协会给解散了，然后把那些信众的捐的钱也都给分散出去，或者还给那些信众了。对，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立志要做一个帮助世界上人类解脱痛苦的那么一个角色。他想解脱掉众生的苦痛，有点类似于那个地藏王菩萨一样，想要去解脱这个地狱的众生。挺伟大的志向的，然后他从那之后就一直在全世界就是去讲他的这种观念嘛，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就像你说的那些焦虑啊、痛苦，它其实都是无中生有嘛，对不对？就是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思维的这种牢笼所造成的嘛，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这些痛苦它没有这种存在的必要性，就是有很多痛苦它是没必要存在的，就是包括很多焦虑也是，它其实是没必要的，因为它产生的这个根基它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它其实是由于这个人或者由于这个生物它的智慧不够，你懂这个意思吧？就类似于这个迷路的人，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能到达那个地方，只是因为他脑子里面他没办法去思考这个方向的问题，去思考这个该走哪条路，所以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是总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其实只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的智慧，让他稍微清醒一点，让他有智慧一点。就是智慧其实是很难
很难去传达的，就像是寺庙里面那些师傅或者修行的那些大师，他其实他很难去给徒弟去宣讲一些东西，让这些徒弟的智慧得到增加，他只能说是在一些机缘巧合下去点拨一些、点化一下，或者当头棒喝一下。至于他能不能开悟，或者他能不能有收获智慧，也是随缘嘛。但是克里希那穆提他就是通过演讲吧，他尽可能的用语言去表达这些很有深度、很有智慧的东西，他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能够理解这些话的人们。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蛮伟大的，就是我们人类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然后有这些语言系统，所以我们人的大脑就被这些语言系统、被这个肉身给束缚的，就是智慧它很难生出来，一想到什么你就把它对应到那个语言上面去了。就比如说我跟你说这是苹果，因为你学习了苹果这个单词，所以你就一下子就把你的这种就是脑子里面的这种念想一下就引到那个苹果的那个，不管是它的图像还是它的味道，下意识的就把你的思维往那方面去引导了。就是语言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这些语言的东西，或者说因为有这种路径依赖，所以你学过的东西都成了你到达智慧的阻碍嘛。就类似于一个人他不是说要有知识他才能有智慧，而往往现实情况是一个人知识越多，他的智慧往往就越少。就是这些现有的知识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分类吧，我觉得，或者没有一个很好的存放。就是在没有智慧的时候，你去学习知识，你的知识是存放在一个类似于 C 盘这样的一个地方，你 C 盘挤满了之后，你的电脑就会变得特别卡。但其实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学的这些知识安装的这些应用，它应该放在 D 盘或者 F 盘，C 盘应该给空出来，它需要空间，需要给智慧一个空间，一个空旷的地方，让它去发挥它的这种功效吧。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出生就是学知识的，没有任何人给你传授智慧，然后你可能一辈子都陷在智慧这个知识这个怪圈里边，然后你会发现做很多事情都做了很多冤枉事儿，走了很多冤枉路。克里希那穆提就是通过这些演讲去帮到一些就是在醒悟边缘的人，我觉得挺有意义的，非常的有启发吧。就是我读了他的几本书，我觉得就很多东西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他的表达能力很强，他一直在做这种演讲嘛，然后他把这个很多空性里面的那种智慧给讲了出来。我觉得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他，他主要就是脱稿演讲，跟那种观众的那种问答，聊的内容主要就是类似于佛教里面讲的那种空性，还有就是自信，就是如何获得这种生命的这种安宁还有力量吧。你以后有空闲了可以去看看他的书。对，我待会儿就去好好的去看一下。对，然后下次如果也有机会，我也想邀请你接着去分享这个故事。对，然后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对，
我大致给你讲一点吧。其实好书很多，这个世界上就是聪明的大脑，有智慧的大脑，不管是有知识的大脑还是有智慧的大脑，这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人，然后这些人生了死，死了生，就算概率再低，就是聪明的人还是特别特别多。对对，而且其实很智慧的人也是特别特别多。我觉得重要的点就是还是这个见贤思齐嘛，咱们得多向这些有智慧或者有知识的人去学习吧，要保持谦虚，多去沉下心来去学习他们的这些东西，不然我们又是在走冤枉路了。我们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走得更远，仅靠我们自己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世道其实是越来越艰难的。科技还有这些财阀，他们一直在挤占这些众生的生存空间嘛，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窘迫，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充满痛苦。说到根儿上，就是因为这些太多的人为了他们的私欲设计了这么一套就是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体系吧，在折磨这些无知的人，折磨这些新生的人。你说吧。我就想到了，你看以前的孩子，他们的那个娱乐的活动，可能就是在农村里面去接触自然，接触一些山水啊，一些虫子呀，但是后来，可能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娱乐就是看一些动画片，看一些电视剧，可现在的孩子，他们电视剧也没看，反而是刷抖音，玩一些那种很短平快的一些游戏，是不是很可怕呀？有一点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有点像是那个赫胥黎写的那个书，叫做《美丽新世界》，你有没有看过？哦，对，那个我看过。它其实就是对未来的预言，其实有两种嘛，一个就是乔治奥威1984的那种残酷的镇压，还有一种就是像美丽新世界那种甜蜜的毒药。其实赫胥黎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美丽新世界》的续篇，在他比较年迈的时候写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我没听说过。就是他对我的新世界做了一个补充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写了我的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然后呢，他到老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嘛，或者他觉得写的不够好的地方，他又补充了很多内容。我觉得他的这两本书其实已经把这个未来世界的那种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指明了吧，也不说发展方向吧，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任由这些财团，任由这些资本去肆意的生长的话，人们就会陷入到那样一种娱乐至死，或者说是高潮至死的那种状态吧，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它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其实也有点像是自然规律。就是那样的话，那你对你说，就像是人口嘛，
比如说地球它其实是有一个承载极限的，它比如说它只能承载200亿人，就假如未来人口繁殖到2000亿人，它就是需要有1800亿人需要进入到虚拟世界去，或者说大家都要进入到虚拟世界去，在虚拟的享乐中或者在虚拟的快乐中去低限度的维持生存啊。只有极少数的人或者少部分的人可以去在现实世界或者说去开拓宇宙。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很残酷，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在我们这个维度存在的话，它其实是符合一定的这种就是客观规律的。虽然对人来说确实很残酷，非常的扭曲，非常的折腾，非常的让人感受煎熬。其实中国从古代开始嘛，那个人口就是在宋朝之前一直都维持在6000万左右，就不管战乱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官府会给每一个老百姓就是去小孩子出生，大概从7岁开始就要交人头税甚至说像汉武帝当时北伐匈奴的时候，那是他3岁就要开始交人头税，所以父母有的时候多生了那一些孩子，他就会想办法把他给掐死，或者扔到河里面，扔到山林里面去。然后所以说24孝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把那孩子给扔了，然后把粮食节约起来交给老母亲。其实这个为什么会那么反人性嘛？不是就基因的本能，它是保小不保老嘛？其实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人头税。包括其实到清朝的时候，我当时去看那个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啊，包括《国富论》里面写的描述清朝老百姓嘛，也是说其实反正很容易能够看到婴儿的尸体。那个人口控制嘛，这个其实它自古以来它都有，然后我们现在去给更多的一些生命创造了之后，但是地球又有限，我觉得它把它放到虚拟世界里面去，就是你要就人类整体来说的话，肯定总比它没有存在就被避孕掉了要好一些。但是你要就个体而言的话，那确实也很惨。其实不只是人口的原因，还有就是人的欲望，它就是一个，也不是说所有人吧，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智慧的人来说，他的欲望就是无止境的，就是欲望它会一直扩张嘛。就像是有的人他有100万，他想要1000万，1000万想要有1个亿，然后他人做够了，他还想要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人，他可能想要去修仙，想要去升维。我觉得欲望就是一个无止境的东西。如果你无法跳脱出欲望的这种控制的话，你永远都是生活在这种痛苦和焦虑之中。但是就是注定就是这个世界注定就是绝大部分人是跳不出欲望这漩涡的，因为欲望的漩涡它是被设计出来的，就是它不是说就是欲望是这个社会火车发展的动力。你从出生一开始，它就会给你设计，让你拥有欲望，追求欲望，保持对更奢侈生活、更多的这种物质啊，或者说精神需求的这种向往。所以这个问题很无解啊，它就是一个刻在这个人类这个物种，或者说这不只是人类这个物种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它都有这种，怎么说呢？还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太不均衡了，物质文明领先精神文明太多了。
如果说人类现在的状态，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一样进步的话，那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没有这么多痛苦啊。就是如果就像平衡一样嘛，其实你不用去看这个世界，你就看这个人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收入和支出可以维持平衡的话，那你的生活，那你自给自足啊，生活就是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你的欲望和你得到的东西，它维持一个平衡的话，你的快乐和幸福就是会挺多的呀，就是没有那么多焦虑啊。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类似于精神文明，就像那个古语说的，就厚德载物嘛。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托底嘛。现在的问题就是，人们对这个物质欲望的这种扩张速度已经远远大于对精神，而且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认为再焦虑、再痛苦、再坚持一下就会更好。因为人的这个身体设计出来嘛，你的那个胃酸，人的胃酸它就不断的去消化，它不断的就需要有东西对要磨，它要有那个能量的输入，然后同时体温又维持在37.5度吧，但是地球的气温又比这低，那肯定就是需要有东西输入，所以呢，你就维持这个身体而言的话，首先会有吃喝的欲望，又有那个保暖的欲望。然后保暖之后又会有那个繁衍的欲望，当了皇帝还想长生，还想万岁，对吧？这个就是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还不如是说来观察自己的欲望。然后就是有两种，你看佛学里面他是说我们要禁欲戒欲，而印度教的话他是说通过来体验欲望，他认为是没有好坏，没有对错，通过来去练习体验它，就是达到来克服这个欲望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也不是要克服欲望，其实我个人观点是认为也是没有好坏的，只是没必要有这么多的痛苦。就是欲望和痛苦不一定是要绑在一起的。适当的欲望，它有助于就是让你的生命更精彩嘛。你完全无欲无求的话，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嘛，也没意思，对不对？对呀，像一个死人的话，他其实就是没有欲望，也不用吃饭，也不用啥都不用干。但人是有生命的，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的这个生命力，它其实是被压制了。绝大部分人的生命力它是没有生命力是没有得到舒展的，生命力是受到压制的。就像你说的，需要把这些人，弄到元宇宙，弄到虚拟世界里面去，他其实就是在禁锢他呀，就是在给他的生命造牢笼啊，就是在禁锢这个灵魂。本来灵魂它是无欲无求，它是可以就穿越于宇宙的任何一点，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但是正是因为就是所谓的那个科技啊，然后我把你永生，那就是给你禁锢在这个躯壳上，生生世世了。禁锢灵魂就是永生嘛，然后虚拟宇宙、元宇宙，它就是禁锢你的肉身嘛，同时也禁锢你的灵魂，它就是更深层次的禁锢了。对，自杀呀，或者说发生一些什么极端的事情，比如说去刺杀老师啊，或者说跳楼啊，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就是相对来说，国内学生的压力更大一点，老师可能会出于同情，不会给那么多人，施加太大的压力，能过都会尽量给过，除非你就没想要过的那种人，他才会给不及格。就是你只要态度是端正的，你想在国内不过其实是很难的。对。但是过了又有什么用呢？国内
他不是看你过没过，国内人家看的是你有没有真材实料啊，或者说你就算读研读博，他看的是你到底绩点有没有满分呢？我们这边就是看绩点嘛，比如说，绩点是5分制的嘛，5分就对应100分满分嘛，4.0就对应90分嘛。哇，就是你要想保研或者说直博，那你的绩点那就要4.5往上嘛，你所有科目的分数都要在95分以上。你觉得这个难度大不大吗？难度可以说是特别大了，跟你说，他要求的不是你1科2科，他要求是你的所有科目，你都得达到那个水平，才能去达到他那个要求，就才能竞争得过这些人。就是他们都会说，国内的很多大学说要严格的多，但其实他也是非常的给学生非常大的压力，这些学生都是绞尽脑汁，然后踩在很多人的肩膀上，花了特别多的心血才达到这样的。就是你要想达到那个标准，你得牺牲很多东西，牺牲大学生活，牺牲你的家庭生活，牺牲你的友情，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一切，只是为了那个绩点。而且我记得我之前在3一学院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能够达到70分呢，那个科目那算是全系前几名了。我只有1科达到了那个成绩，剩下的就是有一些科目真的很奇怪，所有的人教授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给50、51、52、55，就是100分的满分啊，因为这边是50分及格嘛，然后就让你过了。所以我估计他那些就是给高分的，可能是他超级突出，他可能是上辈子多少试投胎的时候，他当时修过那个的，然后这是正好点到了这里去，你考70多分。而且那个就是绩点，所以说我还是说，就是像做这，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去做那种你向外界寻求认可的东西。要是我再来读一次大学的话，我会怎么做的？就是首先保证所有科目都通过，拿到学位证，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嘛，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要被牺牲的那个时间，我来专门专攻一个跟航天 IT 软件相关的一个东西。我就做一个项目嘛，然后把那个项目，我就专门就是把 C++ 给练好，那个所有的算法、数据结构啊，还有它的那些底层的那些语义、数结构，还有2分法，还有那个叫什么叫链表啊，我给它搞得滚瓜烂熟，然后再做1、2个项目出来，最后面试的时候，那就是应该就专门怼着那一个就是跟我做那个项目相关的那些岗位，我再去面试。那就很容易就水到渠成嘛，或者是说就是甚至是说就是大学暑假的时候把那几个东西拿出去创一下业，去参加那些什么创业训练营啊，就去跟风投谈一谈呀。那有的如果是说那个项目做成的话，那就还找什么工作，要什么自行车呀，就不搞了呀。但是大多数人啊，我说的不是包括我自己。因为我现在是站在那个上帝视角嘛，我就去说那个时候就所有的我要拿绩点啊，我争绩点啊，我要给他考过了呀。但是最后考的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反正最后过得就很开心了，然后最后找工作的时候，我想那我的基本盘是什么？我一搜这个岗位，去看完了没做过，没看过那个岗位也没看过，那个岗位懂一点点皮毛，但是他这岗位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没有任何我那个时候只有一腔热血，我想着去搞航天，但是你要想想，在爱尔兰这种国家，它又不是制造业的，它根本就70%、80%的岗位都是跟金融 IT 有关的嘛。对，我得毕业之后，业即失业的那种状态，得重新开始去学那些东西，然后最后就陷入了他们那种死循环嘛，就是像大部分的人也不是包括我一个人。他们有一些他挑的那种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过的那种，那种专业嘛，然后拿个1等学位什么的。你要就命运来说的话，我比他们技术上差很多嘛，
我觉得不比他们差，而且他那个公司啊，也不是100%，就是至少98%，他不看你成绩，因为大部分人他都是那种就是1等学位的那种绩点嘛，然后而且你就说看绩点，我大学本科我在印度拿的就是甲等荣誉学位，什么屁用都没有。不就保研保到爱尔兰来了，有那种剩下找工作什么的根本就不看，他就看你，因为你想假设我们那个做项目成功了，我要招一个人，当然你说他是名校毕业的好，但是最后我肯定是我请他是过来帮我们干活的，要教我或者说教我们做我们做不了的东西，才给他那么高的高薪，对吧？那是这样的。对啊，那谁看你的那个什么绩点？我要看你会不会干活。那你就是他博士又怎么样呢？如果是对，在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只有学校这个体系才看你的成绩，你出了学校，成绩不是那么重要。成绩很多时候有的公司可能会用来筛简历，比如说他简历投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可能会用成绩筛简历，但其实成绩不是决定你是否被录用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还是看你能不能做事儿。对，所以我还是想举一个例子嘛。我有个同学，对你想说什么？你那个我没啥了，我说完了，我就补充一下。对，就我有个同学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1本毕业嘛，然后他就像我说，我就是要去学好技术，我就不考研，就是专门把那个技术给学好。然后后来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1本嘛，然后毕业之后也只是去了深圳的有一家普通的一家。我之前说过一次吧，对，没有跟你说过，就是他去了一个深圳的普通的公司去打工嘛，然后但是他做的是跟他技术相关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线的。然后他工资的话1个月也就8000，在深圳8000其实也算是一般了。但是呢他那工作2年不就有工作经验了嘛，然后他拿着工作经验去申请社招，就是申请上了美团。然后后来在美团，那美团那就是明星公司了嘛，哪怕他只是一个打工人，但他相当于有一个信用的，有个积分在那里了嘛。然后他再工作2年，然后申请上了抖音，然后他现在在国内在抖音就拿大概60多万吧，1年60多万的那个税前的工资。而且在抖音嘛，因为很多人他相信那个国内的大的企业他是996，那是因为他们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嘛，或者是说就是希望能够给大部分人也有一些心理慰藉。你说有没有996？确实有，但是呢，我问他说他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他加班到9点钟之后，那回去公司给他报销车票，但是他没有上班时间，也没有下班时间，他就是每天活干完了你就可以走。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晚上11点钟睡觉，然后第2天11点钟到办公室，然后坐一坐，可能有时候晚上7、8点，有时候8、9点钟回家。就是管理比较自由嘛，没那么严格。对，但是这种应该是还是说要计量的，要干的什么活才那个啥。他肯定是对，他肯定是考核你的工作，就是一般都有 KPI 嘛，看你的产出嘛。虽然时间上可能没有严格的限制你，就是反正你自己把那活干完就行。所以就是当然我们又说回现实来，但是我要跟他说玄学这个东西，他都是说不太相信。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是我对那个进那些公司嘛，我跟他是互相看不上，就是我想你又不是谷歌，然后他也看不上我，那无所谓吧，那就干了。对，而且动力也不是很多，而且第二的话，确实是因为我可能马上要结婚了，所以我前几个月才开始去一心一意的去找嘛。我后来就觉得还是就是你不管怎么样，还是说要以一个那个技术为准，要沉下心来，不要去看什么明星公司，我要进明星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实际上有时候如果是说进了一个自己或者是亚马逊那样子的公司，但是我做的就是那种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也还不如就进一个普通的公司，但是做的是跟我那个方向相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锻炼自己的技术啊，或者说提升自己的这种知识积累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打工思维吧。就是
啊，这也是一种打工思维，虽然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就是如果创业的话，重要的是要懂技术，而不是说一直深耕某一个特别狭窄的领域。创业往往是要求你懂得特别多，能够把很多领域的东西都处理好。看你怎么做职业选择吧。如果你想要用技术来安身立命，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如果你是想做一个自己的公司创业的话，就是光有技术肯定是不够的，就是两种职业选择吧，我觉得。技术也是要有，只是说它不像那种高级打工人那样特别依赖技术的那种。前面跟你聊了那么多，就是我就是在想，如果你想到有什么项目啊，那个不一定要适应爱尔兰，就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它有一定的那个需求的话，都行，就是希望你能够就我们一起留意一下吧，就是如果有什么好的，我先留意一下吧，就是我有好的项目我会跟你分享，然后我们再探讨它的可行性吧。哇，我是现在是下午7点，也已经天黑了，从2点聊到下午7点。就是你前面读的有没有什么一些书啊，就是感觉比较有启发的？其实我最近读的书比较多一些，说一个我之前读的吧，就前一段时间读的，就那个克里希那穆提，你知道吧？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